目前印度确诊病例已经超过900万，累计死亡人数接近14万。印度本身医疗条件就比较落后，而且贫民窟人口众多，密集，卫生条件差，这些都让印度疫情像一个定时炸弹。但是最近莫迪面临着比疫情还要严重的情况，在11月26日到28日期间，数以万计的印度农民从全国各地涌入新德里，仅新德里周边2个邦就有30万农民将进入新德里。抗议农民冲击路障，投掷石块，并挥舞旗帜。其实抗议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但是这次规模非常大。为何印度突然爆发抗议活动？此前印度一直是最低保证价格，以保证价格购买粮食，确保批发农产品售价维持平衡。但是今年9月，莫迪开始推动新的农业改革法案。新法案意味着印度政府不再以最低保证价格从印度农民手中收购粮食，从而导致这些粮食市场被大企业操控，规模较小的农户债务增加，许多人将因此失去土地。而莫迪的新农业改革正值其经济严重萎缩之际。据印度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今年第3季度经济增长萎缩7.5%，印度经济已经陷入近25年来的首次衰退区间。由于莫迪缺乏全面财政政策，这将进一步阻碍印度经济复苏。随着印度的通货膨胀率达到7.4%，农民债务越来越重。由于收成不好、干旱和不断增长的债务，印度农民生存环境非常艰难。在2019年，几乎每天就有28个农民自杀。因为还债务和生存，很多农民不得不卖掉土地。而在疫情期间，工作机会更是少之甚少。简言之，莫迪把大量的中小自耕农民变成无地的无产者。这么多的失地农民，印度如何消化？靠印度的制造业根本消化不了。在这背景下，迟早要爆发蔓延全印度的抗议活动。事实上，印度总人口中有半数以上从事农业，农业对印度的 GDP 贡献率接近15%。虽然印度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保护印度1半人口的同时，也限制了印度的发展。中国的做法是先把工业和城市先搞起来，吸引农民自己进城落户，改变生产方式。但印度是直接取消了对农民的保护，引进私人资本，这个弄不好会动摇国本。从钞票新政开始，到税务新政、制造业新政、防疫棒打新政、自力更生印度制造，还延伸到外交棒美新政、军事挑衅中国新政。莫大兴花样百出，他上位以来的全民抗击严重超过印度的实际，超过印度的承受力，所以带来的总效应只能是倒退，甚至是一个分裂的印度。众所周知，由于大部分武器装备都是从国外购买的，印军一直有着万国造的称号。虽然印度一直高喊印度制造运动，但是到现在，印度国防工业水平仍然还很落后。此前我们曾惊讶，印军连子弹都要从国外进口，最近印军再次让人诧异。11月27号，据俄罗斯 Top War 网站援引印度媒体消息称，印军方就军装严重依赖中国这个问题展现高度关注。事实证明，至少70%的印度军人穿着从中国购买面料制成的军服。为了摆脱依赖，印度国防和发展组织正采取措施来取代中国布料。印度陆军需要约550万名用于夏季制服的制作，而印度海军和其他军种每年加起来则需要1.5亿米面料制作军服，总需求对印度工业有很大的考验。报道还提到，不仅是军服，印度工业还应准备好生产自己的降落伞和防弹衣面料，这对面料的要求更严苛。在6月份的时候，印度快报也曾报道称，在边境冲突后，印度国防部队紧急联系防护装备和防弹衣制造商，为部署在前线的印军增援约20万件防弹装备。但是制造商使用的布料大多都是从中国进口，大部分国产布料防弹效果不达标，价格还贵。对此，也有俄罗斯网友在新闻底下评论：干得好，在印度建立用于缝制制服的面料生产之前，不可能与中国抗衡。还有人嘲讽，一个以面料闻名的国家，却无法为军人生产制服用的面料。事实上，印度是世界最大的黄麻生产国，第2大棉制品生产国和丝绸生产国，以及第5大合成纤维生产国。印度凭借着本国丰富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成为继中国之后世界第2大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国。但有原料无工业，印度对军装使用的高级面料产出效率很低，更不用说降落伞和防弹衣那样的面料，不得不依赖中国面料进口。正是因为印度纺织业的地位，这则消息也让印度人难以接受。有印度人表示，太可悲了，以至于我们军队奋斗的基本竟然要依靠中国。还有人大呼，直到现在我军一直在使用中国布料，这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耻辱。分析称，正是这样的万国造，硬是把印度推上了全球第5军事大国的宝座。但这样只是一个装扮成铅球的气球，看似强硬，实则一戳就破。
连子弹和士兵的衣服都不能自主生产，真正打起来的时候，印军就知道什么是灭顶之灾了。在前段时间，印度曾热议，在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可能会使用液体炸弹攻击印度。最近这些年，印度一直都在炒作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下游修建大型水坝，但哪想到中国竟然来真的了。11月29号，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中国已经确认在雅鲁藏布江建一座大坝，规模将相当于是3个三峡大坝的水电站。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印度和孟加拉国等沿岸国家的关注。印媒指出，作为下游沿岸国家，对跨界河流水域拥有相当的既定使用权。印度也一直在敦促中国上游活动应确保下游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按照印度的说法，难道中国对于境内的河流没有开发的权利吗？有资料显示，中国水能源蕴藏量为6.76亿千瓦以上，西藏水能资源就占全国的30%，其中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就是雅鲁藏布江，预估蕴藏量约8000万千瓦。尤其是下游大拐弯地区水能资源更是惊人，50公里直线距离就有2000米的落差，大概有7000万千瓦规模，相当于3个多三峡电站。这座水电站建成将会给中国带来多个好处。水电站建成将为西藏带来200亿人民币的创收，同时对周边基础工程也有拉动作用，同时对中国关于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有巨大推动作用。这还关乎国家水资源安全和国土安全。雅鲁藏布江下游近6000万千瓦水电的开发，每年能够提供近3000亿度清洁零碳电力，这是关乎国家民生安全的大工程，一点都没有提到印度。所谓的液体炸弹未免太自作多情。为了阻碍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建设大坝，前不久印度快报刊登一位印度社会教授的文章称，各国应该停止雅鲁藏布江的建设。首先，这将减少下游河流泥沙沉积，减少农田的营养；其次，会破坏生物多样性；最后，水坝位于地壳活动频繁的板块，风险很大。这些都不用印度操心，三峡大坝涉及抗震能力就有10级。为了进一步阻止中国，印度人甚至还祭出了巴基斯坦。有印度网友称，我们应该尽力而为，制止这个大坝。如果没有，我们应该建造大坝，以阻止水流向巴基斯坦。印度人的脑回路就是，我们没水，你的好朋友巴基斯坦也会没有水。印度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害怕水的匮乏和霸权主义在作祟。印度曾多次利用水资源威胁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所以才以己度人。印度人害怕、心虚、自私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为什么中国的发展还要迁就你？最近，澳大利亚多个出口行业遭受重大打击，其大宗出口商品包括大麦、牛肉、木材、红酒等商品，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可以顺利地进入中国市场。最近，澳媒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称，已有大约53艘澳大利亚运煤船因为质检通关程序问题，被迫在中国港口停留数月。据悉，这些运煤船上有价值高达7亿澳元的煤炭，还有近1000名船员。其实，早在之前，澳大利亚国内就流传着中国可能会叫停澳大利亚煤炭进口的消息，因为这都是澳大利亚出口的大宗商品，自然引发了澳大利亚国内激烈讨论。此外，澳大利亚人报还报道称，因为通关程序延迟，在中国滞留的澳大利亚煤炭船高达80艘，船上有价值11亿澳元的煤炭。此前，澳媒炒作的原木、龙虾等出口受阻，其实还是小打小闹，但是煤炭却是澳大利亚出口份额中的重中之重。我国是世界上第1大煤炭进口国，而澳大利亚是中国进口煤炭的最大来源。在2019至2020财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62%来自澳大利亚，但是煤炭并不是不可替代，包括印尼、巴西等都是替代市场。在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在中国市场接连受挫后，澳媒不断炒作这是报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国海关对进口煤炭进行安全质量检测和分析，发现进口煤炭环保不合格情况较多，而葡萄酒、大麦是存在倾销问题。此外，原木则是被海关发现有检疫性有害生物。澳大利亚一直没有反思自身问题，反倒四处叫嚣充当受害者，澳政客更是反复横跳。在11月19日，澳媒一再渲染中方向澳方披露14项不满清单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回应称，澳大利亚永远是澳大利亚，将根据自身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做决定，不仅不认错，甚至还在赤裸裸挑衅。就在澳大利亚刚站起来了，啪的一声又软了。在11月23日，莫里森大加赞赏中国脱贫工作，称论脱贫没有国家比得上中国。而在几天后，澳大利亚电视台报道称，虽然双方处于一段特殊的时期，但是澳大利亚想要与中国和谐相处，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利益受损才想要和谐相处，早干嘛去了。除此之外，莫里森却反驳中方误以为澳大利亚是在听从美国的命令，但事实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这样吗？澳大利亚一直跟着美国起舞，甚至有的措施比美国还过激。事实上，造成现在这种局面，就是澳大利亚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和心态。